细述历史脉络，均可见时代的大潮泥沙俱下，任谁都无法偏安于自我封闭的孤岛。在这洪流、旁流、波澜壮阔的裹挟之中，唯有那深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事物，方可站稳脚跟，立足于当下，展望于星火。滴水入海，免于干涸，合作共赢，震古烁今。现如今，时代的考题已经列出，我们的答案正在写就。需襟怀合作之心，以取共赢之力。在现实中，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以合作之力放飞青春理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以共赢之力书写人生华章，乘合作扁舟一叶，度共赢欲见琼田。我刚刚朗诵的，这是一篇高中生写的作文。这篇作文最近2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非常火爆，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一公布都会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这个焦点一般有2个方面。第一个，就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什么，出的好不好，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总的来讲，会说这个作文题目适不适合中学生来写作，也是不是有利于展示他们的写作能力和发散性思维。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高考作文批阅的试卷出来之后，会公布几篇高考的满分作文。这满分作文大家来说也会品头论足，看这样的满分作文是不是体现出来了非常好的写作能力然后大家呢也会共同来议论一番今年的情况略微有点不同。6月7号语文考试之后新浪的头条新闻就搞了一个活动，就叫我来写高考作文。他就把今年全国教育部的甲类试卷和乙类试卷的高考作文题，还包括全国各个省市自主命名的高考作文题，就公布在了网上，每个人都可以写，你只要打上一个星号，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了。然后呢，他们又邀请了一些语文阅卷组的老师对这些作文进行批阅给你打分。我刚才说的这篇作文标题叫做乘合作扁舟一叶，度共赢欲见琼田，就是一个现在高1的女生写的。她在6月8号把这篇她写的作文发在了网上。这篇文章发在网上之后受到了阅卷组的老师的高度评价，于是就是给了这篇作文满分。这篇作文不是今年高考的满分作文，它只是一个高1的女生按照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来写的一篇高考作文。她得了这个满分之后还得了3000块钱的奖金。但是这个结果公布之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首先是这些阅卷组的老师对这篇作文的评价非常高，说你看立意非常高远文字大气磅礴用典也非常准确结构呢也非常清晰先从古代的用典开始讲起，然后讲到了中国现在的中国制造，同时又讲到国外有一些这个敌对势力对中国这个崛起不太好，老想孤立我们。最后又讲到我们年轻人的使命跟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个结构一波三折，一气呵成没毛病，60分。中国的高考语文试卷的满分就是60分。但是这篇文章的下面有很多其他的网友也包括一些写作爱好者，对这篇文章就提出了很多批评。他们认为这些词儿看起来大气磅礴但是全是空洞的口号感觉啥也没说这不就是古代的八股文吗？八股文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押韵韵体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是读完之后你不知道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他说这篇作文不就是这样吗？这给人感觉好像是就是那新年贺词，再不就是公务员考试中间的申论，就通篇你看起来华丽的词藻推介在一起，但是不知所云。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写的作文都是这种内容的话，太可怕了，很多人都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我来讲一讲我对这篇作文的看法之后我再讲一讲我对今年高考作文题目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高考的作文题目一般来说是考察学生的2个方面的能力。第一个方面就是文字的表述能力，文字写的是不是流畅，是不是优美，会不会用典这是一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你用这些文字你想表达什么，然后表达的过程中你的表达是不是有说服力。
你是不是通过足够的证据来能够说明你的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两方面的能力啊，我觉得是一篇好作文的基本标准。但你就拿这篇作文来讲，我觉得这个作者啊，作为一个高中的女生啊，文字水平、驾驭能力没问题，写的确实不错啊。但是你要从后面这文章的立意以及叙述和论述过程来讲啊，确实是非常空洞，你不知道它说明什么，也没有任何细节，也没有什么论述过程，它靠的是一种什么呢？宏观论述，泰山压顶般的那样一种词语啊。然后呢，对你进行一种压迫式的那样的一种冲击，这种文风我们很熟悉，文革时期大部分文章都是如此啊。现在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你看到了吗？就是这种论述方式。但是它至于为什么好呢？不知道。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宏观叙述本身呢，就告诉你，你就可以了。那紧接着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就发现大家在批评这篇作文的时候啊，都是就事论事，没有人批评今年这篇论文题目啊，就是作文题目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作文的标题，我才发现真的是不敢批评啊，因为这个作文题这是习近平的语录啊。今年的教育部的乙类试卷作文题是这样的：习近平同志讲话讲过这么一段话，关掉别人的灯啊，不会使自己走得更远。然后一花开放啊，不是春；百花开放才是春满园呐。根据这两段话，您写一段你自己的感悟。这个女生写的这篇作文题就是这么一个根据习近平讲话写出来的。这里头啊，介绍一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啊。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同样分为教育部的甲卷和乙卷。这乙卷中间的作文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它一共在全国8个省，这个考生中间使用。这是习近平的语录第一次进入到中国的高考作文题。其实啊，你去看其他省市中间也有一些跟习近平有关的，比如说天津卷，表面上引用了周恩来的一段对联，说与有肝胆人共事，与无字句注读书。但是他下面讲了一段话，他说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1个世纪之前，在京求学的青年周恩来撰写了这副对联，在交友处事、读书求知方面警勉自己。品读此联，你有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任选角度，结合自己的体验与感悟，写一篇文章。表面上看，这实际上是周恩来的一个对联，但下面的那段话其实是近乎于习近平的口头禅了。使命与担当，责任与担当，是他现在经常讲的。所以表面上看是让你这个结合自己的这个体验，任选角度写文章。其实呢，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了，习近平的这段讲话就是要讲年轻人的使命与挑战，有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啊。所以你看到了吗？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啊，有2个部分都跟习近平的讲话有关，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事情啊，还是非常值得聊一下的啊。连续5年的高考作文我都预测到了，准不准你验证就 OK。科技与发展，就在5月29号，领导再次明确了教育强国的理念，结合国际上的芯片战、神16和 C919大飞机，我们就明白了合作共赢、科技发展、自主创新、中国航天、人类命运共同体、ChatGPT、文化创新、文化自信，肯定是热门方向。题目，请你以科技与未来为主题，写一篇800字的演讲稿。5月1号，我们领导提出了青年人要自找苦吃，公考、高考都必然会考。题目，请你以年轻人就要自找苦吃为题，写一篇800字的议论文。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大致来回顾一下中国的高考的这么一个历程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啊，1951年开始有高考啊。高考的作文题目呢，那个时代都充满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说，你要写一个你熟悉的革命干部。比如说你要记一个有意义的一天，是吧？给越南同志的一封信，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时代所有的作文题其实都是政治题目，因为没有单纯的文字写作，它都是跟紧紧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你想想，让你写一个你熟悉的革命干部，你能写这个革命干部包小三吗？你能写这个革命干部贪污受贿吗？不能写，你只能写他关心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一起干革命工作，对不对？所以那个时代的作文题本身实际上就是政治题。
这个情况发生变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啊。在改革开放之前，曾经有华国锋执政的那么2-3年，在1977年恢复高考第1年，那个时候还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色彩，讲什么呢？就是这个我过去战斗的1年，你看着吗？这个话还有很多的文革色彩。到1978年的时候呢，就叫速度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句话呢，起源于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间的这个一句话，所以呢是华国锋的语录。你要根据这段话来写一段这个作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政治色彩。到1979年的时候，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他讲的是一个姓陈的女孩子啊，她第2天要参加音乐学院的考试，高考啊。但头1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个灾情，她去救人，结果1晚上的时间啊，最后呢自己非常疲惫，到第2天到音乐学院考试的现场的时候，嗓音已经沙哑了，再去唱歌的时候已经没有魅力了。结果他不后悔，他就离开了。结果最终他的行为被人知道之后，他被录取了。根据这样一段经历，你写一篇作文，你看到了吗？也有明确的导向，但是跟过去的那个意识形态色彩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了。就是他不再讲一种所谓的政治的正确，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种在生活中间我们帮助别人，自己啊有所失，然后社会又给予他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到1980年开始，中国的高考作文题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一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叫画蛋啊，讲达芬奇画一只鸡蛋，就完完全全就再也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了。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30几年，这中间有许多作文题目出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发散的。比如说1999年的作文题啊，就叫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你想想，这其实这样的作文题目啊是非常具有发散性的，也完全你看不到啊任何社会的某种政治的影响力对这个作文题目的影响。你要比较一下那个时代的作文题啊，跟海峡对岸台湾的那个作文题目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这期间也曾经涌现过大家公认的不错的作文，高考的作文啊，比如说那当时是我记得是2001年吧，那个叫《赤兔之死》，一个高中生用一个文言文啊写出了个赤兔马啊，当时歌颂这个关羽啊诚信和正义的故事啊。但是这个情况啊，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变化。我自己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些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在2018年的时候首次出现了变化。2018年的作文题叫写给2035年的那个他。这个作文题表面上看是没什么特殊性啊，但其实它有背景。它背景它就讲了2035年啊，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让你以那个年代的这个口气啊，写一个给今天的人的这样的一封信，那这什么意思啊？你想想，你这个2035年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你共产党的执政目标。那你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实现了，你假定它实现了，那你让中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间怎么写啊？显而易见，你得歌颂中国共产党啊，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啊，歌颂这个过程中间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带领大家实现这个目标啊。你能写别的吗？你能写2035年虽然你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还有6亿人收入一个月不到1000块钱吗？还有老百姓因病致贫吗？还有很多人这个吃不上饭吗？还有很多人不愿意结婚吗？还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代，不愿意生孩子吗？你敢写吗？你这么写，你写2035年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图景，你这个作文你能得分？我看你1分也得不了，对不对？所以意识形态对作文的控制啊，最大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它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不允许你随便乱写的。2019年恰逢五四运动100周年，所以这一年的作文题啊，用1919、1949、1979啊、2019还有2049这5个时间点，你选一个节点去写一篇作文。比如说1919，你可以写一个演讲稿；2049，你可以写一个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啊，你的这个感怀，是吧？那这个呢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实际上它背后暗含的一条线，也是从1919到2049这个100年中间，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啊这个领导之下，终于实现了革命先辈的那样的一个理想嘛，就是如此嘛。2020年大家都知道是新冠疫情来了啊，这一年的高考作文呢，跟这个社会生活结合的还挺紧密的，叫距离与联系。因为疫情中间很多人居家隔离呀，
测核酸呐，还有很多志愿者啊，在门口给你守着大白呀，大家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但其实这里头也是非常有明确的政治导向的，你肯定不能写。你这个疫情防控过程中，有人受不了了，没有饭吃，跳楼了，击鼓鸣锣求救，然后那些血液透析的患者去不了医院，在家等死。然后呢，有些人这个火灾着火了之后，救护车也不来，然后转运的过程中间死了几十人，你敢写吗？你肯定不能这么写，你一定要写把我们封闭在家是有道理的，测核酸呢都是应该的，大白对我们非常关心然后呢，都是为了将来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正常。不就是如此吗？这是2020年，2021年又讲到了，就讲中国共产党它对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文化生活影响也非常大。比如说5·1、7·1、8·1、11这几个节日都是跟共产党有关的。我们从小到大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长大的，所以呢，他就说这是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缘在这个基础上写一篇文章叫可为与有为。你想想，这个过程中间跟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就更紧密了吧？这是2021年，2022年叫双奥之城，北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它这下面的阅读理解的材料里还讲到了，2008年中国的 GDP 是31万，而现在呢，2022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14万。10几年的时间翻了将近2倍所以肯定也是让你讴歌中华民族的富强伟大，然后跟这个时代之间形成的一种共鸣。一直到今年，不但是意识形态几乎控制着高考作文题目习近平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语录都进入到了高考作文题。高考，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这么公平的制度，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这样给底层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我是大学老师，我的孩子来自五湖四海，我的孩子来自很穷很穷的山村，很好很好的城市，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共同进步，他们甚至会将来在一个单位工作，成为同事。我一直讲什么是中国梦就是朝为牵牛郎，暮登天子堂。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讲这么几点。第一，就高考的作文题目就是习近平的语录进去之后它代表着这么一个，就是语文作文的政治化。因为我们知道语文考试应该考的是考生的文字能力、叙述能力以及论述能力，但是当政治控制了高考作文题目以后实际上他对这个考生的这个所谓的写作能力或许还有考察，但是这个立意、文字的发散能力就完全没有空间了。因为所有的意识形态控制之后，这后者之间后者这部分呢，你都只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不允许随便发挥的。你随便发挥，你肯定是要吃烙的。你不但不可能得满分，你肯定还是要得0分的。就是那个我一开始开篇写这篇作文的那个女生，她在底下的评论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说，在课堂上教他们作文的老师就讲，写作文的过程中间一定要把个人的努力跟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结合在一起，这个呢，你这个作文才能得高分，才能得满分。所以你看到了吗？老师在天天指导学生怎么正确的写论文、写作文，而且不仅仅是叙述能力，就是你这个作文的论述方向是有一种固定的套路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每一个中学生你在写作文的时候，你都不允许随便自我思考了，因为你自我思考一定是错的，你只能是阐释、领会、学习，习近平的讲话，对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内容入脑、入心、入魂，你才能够作文得高分。那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不就回到老毛那时代吗？我们比较一下老毛时代的那个作文题目，不全都是意识形态挂帅吗？全都是政治挂帅吗？也就是改革开放这30几年来，单纯的用作文题目来考察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思维发散能力的时代结束了，不允许了。政治又开始重新主宰了一切，尤其是主宰这些年轻人的思想，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习近平的讲话开始进入到高考作文题
我们刚才讲了，在历史上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啊，进入到高考作文题啊，就是华国锋1978年那一次所谓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此前老毛都没有过。当然我猜啊，老毛那个时代啊，他的语录没有进入到高考啊，大概率啊是他认为不需要，或者他讲话我的这个话不要进入到高考作文题了。他真需要的话，那还能不进入到高考作文题吗？对吧？所以习的这个讲话本身，这个是只有华国锋才有过一次。在2年前，我们的作文题目里头也曾经把毛的讲话搞进来，就是那个毛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体育之研究》嘛，然后呢，也用这个东西来写一篇作文。2年前，包括今年天津的用周恩来的话写一篇作文。习呢，这是也开始在这个准备之后啊，进入到了作文题目。这是要搞什么？这是要搞个人崇拜嘛？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挂帅了，你个人本身都要成为青年啊、学子啊，在学习过程中间的偶像啊。你说习近平那几句话有啥哲理呀？是不是？就是大白话。但是呢，你要用这段话让全国1000万个考生都要用你这段话来写作文，你想想，这不就是洗脑吗？是吧？而且也表明习近平本身呢，在党内的这个地位啊，也越来越崇高啊。这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啊，就是这种考试本身呢，它会非常套路化。我在网上我就看到啊，一些人就写的，就是这些年的这个考试的论文作文题目啊，都跟这个人民日报的那些评论员文章和那个题目高度契合。所以有人专门出了一套书，就是人民日报教你写高考作文。所以你就看到让那个年轻人呢，天天读这个人民日报，读这个新华社的社论，读那个新华社的时评。中国青年报也出过一套。那这个套路本身呢，实际上啊，它考的就不是学生的学习能力了，而是你对付套路的能力。同时啊，你在这个套路的过程中间要逐渐完成洗脑。那你想想，人民日报的那些评论员文章，我经常看啊，基本都是空洞无物的那样的一些评论文章，但是把它作为一个青年学习写作的模板，它其实是非常有毒害性的。我有一个切身感受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让年轻人写一个东西啊，他们不会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过长期的这样一种洗脑教育啊，他们在文字的写作过程中间，他有的时候非常讨厌这样的一个空洞的写作训练，但是他自己写作的时候也会自觉不自觉的使用这套语言体系来写文章。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是国内教育啊最毒害年轻人的一部分。所以呢，这其实是高考作文呢，就是进入到这样一个新阶段之后啊，不免令人担心的地方啊。我看到第一个考生出来了，可简单了，挺好的，挺好的。今天晚上你们有计划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想染头发去，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那你高考完了之后要做什么吗？计划规划的做什么事？除了法律，没什么能管到我。最后啊，我还想说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那篇作文呢，那个女孩子啊，看到网上这个巨大的争议之后啊，我发现她的心态蛮好的，她没有面对这些批评的时候啊，表现出一种惶恐。相反啊，她认为其实她无非就是写一篇文章，然后还赚了钱。至于这个文章本身内容有没有说服力，根本不重要，她也不在意。这不就是一个应试考试吗？一个高一女生啊，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啊，让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心酸吧。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有这么一个特点啊，就是从初中开始，它基本上就会慢慢教育你啊，你在写作的时候或者开会的时候啊，使用一套话语体系，而在你生活中啊，你使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前一套话语体系啊，全都是假话、空话、套话；后一套话语体系啊，都是真实的声音。所以人格的分裂啊，基本上就是从初中开始的，一直训练到你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如果你不学会这样一套生存方式啊，你在这个社会就没办法立足。比如说你写作文的时候，你用真实的内容去写，你肯定过不了关，你肯定得不了满分，甚至有可能会得0分。这就是生存技巧。换言之，如果你要是把那假大空的东西你带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可能也会有问题。
所以人成熟的过程就是人格分裂的过程，在中国。其实啊，这样的高考作文的教育啊，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整个中国教育啊的一个缩影。那个女生她不知道她说的这些东西是假的吗？她当然知道了，但她认为这就是应付考试的，跟她自己啊在生活中到底如何认识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当一个人被反复洗脑之后啊，他习惯了用虚假的这样的陈述去陈述他面对的世界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会渐渐迷失于此啊，忘记怎样用真实的语调去看待这个世界，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但是对于那些当权者来说啊，可能啊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不是吗？